一位24岁的耶鲁大学女博士在结婚前5天被残忍地杀害了，并且头朝下脚朝上的被塞进了墙壁里面。原本赶来参加婚礼的亲友呢，只能参加她的葬礼了。那么凶手到底是谁？为什么要用如此诡异的方式将她塞进墙壁里呢？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件是墙壁里的新娘。案件的女主角叫做安妮，24岁，出生于加州的圣何塞。她的父母呢是越南移民到美国的。安妮从小就展现出了惊人的理科天赋。16岁高中毕业的时候呢，以全校第1名的身份在毕业典礼上登台演讲，被同学们票选为最可能成为下一个爱因斯坦的人。他拿下了16万美元的奖学金，考入了纽约罗切斯特大学，仅用3年的时间就拿到了分子细胞学与发育生物学学士的学位。由于他太过优秀了，耶鲁大学直接跳过了硕士阶段，将他录取为药理学的博士生，并且呢还给了他丰厚的奖学金。他的研究方向是治疗癌症、糖尿病和肌肉萎缩症的药物。业内的专家呢都很看好这个小姑娘，认为她的前途不可限量。安妮呢不仅是学霸，更是一个笑容灿烂、性格开朗的女孩。朋友们都说她走进哪个房间都会被她的笑容所点亮。同事们呢都喜欢这个爱笑的女孩。安妮呢有一个同样优秀的未婚夫叫乔纳森，两个人从大学相恋，大学毕业之后呢，两个人分居两地，相距是100多公里啊。但是呢，这并不能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他们每天都会视频通话，两个人呢一直维持着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2009年初，乔纳森求婚成功了，两个人决定要举办一场圆满的婚礼，婚礼定在9月13日举行。为了这一场婚礼呢，两个人筹备了大半年的时间，预定要邀请超过260名的嘉宾。2009年的9月8日这天，也就是举办婚礼前的第5天，未婚夫乔纳森忙着举办婚礼的最后的一些细节。而安妮呢，决定到实验室里将手头正在做的实验收尾，然后飞到美国去举办婚礼。于是呢，9月8日的上午10点，安妮来到了耶鲁大学医学院实验室大楼。她双手正抱着一叠资料，当时呢，对面走来的女同事还热心的帮她拉住了大门。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首先感觉到不太对劲儿的是未婚夫乔纳森，虽然他在纽约准备婚礼但是他一直通过电话和短信和安妮频繁的联系着。但是上午10点多，安妮给乔纳森发了一条短信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发过消息。乔纳森连续给安妮发了10几条信息都没有得到回复，打电话也没有人接。乔纳森隐隐觉得不太对劲儿。晚上9点，乔纳森火急火燎的给安妮的室友打了电话，室友赶到安妮的房间，发现安妮一直都没有回宿舍。晚上10点15分，乔纳森报了警。15分钟之后，警察赶到了大学进行搜查，发现安妮的手机、钱包、信用卡呢都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就好像是她只是短暂的外出，马上就要回来的样子。警方起初认为呢，她可能是婚前恐婚，临阵脱逃了，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但是安妮的家人和朋友呢否定了这种猜测，因为安妮为了这场婚礼筹办了很长的时间，甚至一些细节她都想好了。她甚至分析了纽约那几天的天气预报，想要让整个婚礼能够如期的举行。她对这场婚礼非常的向往，结婚场地的费用也已经付过了，婚纱也做好了，摄影师的定金都已经交了。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可能因为恐婚而逃走的。警方呢调取了大楼的监控录像这栋实验楼进出都需要刷卡的，而且呢进入每个实验室也需要刷卡，卡都是实名认证的。整个大楼有74个监控摄像头，这样一个严密的地方，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就凭空消失了呢？监控录像显示呢，安妮上午10点09分刷卡进入了大楼，10点11分进入了 G13 实验室，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没有任何她离开的影像。更诡异的是呢，当天中午12点40分，大楼的火警突然响了，所有人都往外面跑，监控拍下了每一个撤离的人，唯独就是没有安妮。半个小时之后，警报解除，人们陆续的返回，监控依然没有拍到她，安妮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警方开始地毯式的搜索，他们关闭了整个大楼，搜遍了整栋大楼的边边角角，搜遍了垃圾通道，甚至翻找了附近的垃圾焚烧厂，什么都没有找到。
耶鲁大学方面还发出了$10,000的悬赏，希望有知情人士能够提供线索，但是呢，还是没有什么消息。FBI 也动用了100多名的探员，约谈了150多名相关人员，仔细查看了700多个小时的监控录像，再次确认了安妮进入大楼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她肯定还在大楼里面。9月10日，警方对整栋大楼又进行了又一轮的搜索啊！这一次呢，连一些桌子、椅子、柜子等等都被搬开来检查，搜索的可以说是非常的仔细。终于有了新的发现，他们在 G13号的实验室的货架下面找到了一滴血迹，在 G22房间的角落里找到了一颗小串珠。安妮的同事证实了，这是安妮经常佩戴的项链上的串珠。由此呢，警方推测安妮可能受到了袭击。不久，又在 G13号的实验室的顶部一块可拆卸的天花板被拿下来之后呢，发现了一只白色的袜子和一只塑胶手套，而袜子上面呢还有一些血迹。安妮的朋友认出了那双袜子，就是她平时穿的款式。警方的技术人员将每一个实验室里都喷洒了一种叫做卢米诺的试剂，作为储物间的 G22号房间的地板和墙面上有着大面积的荧光反应，这就说明了这里呢曾经被泼洒了大量的鲜血，然后被人仔细的给擦掉了。到这里呢，警方基本可以猜到安妮大概率是被杀了。那么她的遗体到底在哪里呢？9月13日星期天啊，这一天呢原本是安妮和乔纳森举行婚礼的日子。安妮已经失踪4天了，大楼里弥漫着一种尸臭味。下午呢，大楼再次被封闭了，警察带着寻尸犬进入了大楼，想要找到臭味的源头。这里要说明的是呢，就在几天之前，警方曾经带着寻尸犬进入过大楼，但是呢，可能是由于这个实验室里本身有很多刺激性、气味很重的药水，而且呢，还经常喷洒一些消毒水，再加上实验室内有大量用来做实验的老鼠，警犬的嗅觉可能受到了影响，并没有什么发现。而这一次的臭味是非常的浓烈，用寻尸犬来寻找臭味的源头就相对要比较简单了。寻尸犬寻找的气味最终停在了靠近 G22房间的厕所的墙边，墙上呢有一个可以打开的金属检修门，大小呢刚好一个人可以钻进去，门后面呢是管道夹层，是用来走电线和水管的这一个小的夹层，非常的狭窄。警察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手电筒的光照了进去，他们看到了安妮，她被头上脚下的塞进了那个狭小的空间里，身体呢已经严重腐烂了。为了把她塞进去呢，凶手还用蛮力打断了她的锁骨和下颌骨。在他的身边呢，警方找到了他的阿迪卡和一只橡胶手套，而这个橡胶手套和前几天找到的那个天花板上找到的那个是一对儿。他的内裤被退到了脚踝处。尸检报告显示，安妮是被活活掐死的，她的体内和衣物上检测到了男性的 DNA。这样悲惨的结果让很多安妮的同学和同事们都非常的伤心。当晚，耶鲁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呢自发组织了哀悼活动。一个原本在这一天应该走上红毯的新娘，最终惨死在了墙缝里面。人们既悲痛又非常的好奇，到底谁是凶手？为什么要如此残忍的杀害安妮呢？案发现场提取的 DNA 没有匹配到凶手，说明凶手没有前科。再根据实验室监控录像，警方推测这个凶手应该就是实验室的内部人员，因为凶手除了能用阿迪卡进出实验室，还对整栋大楼的结构非常的熟悉。大楼外部的监控都是完好的，但是呢，大楼的内部总共有70多个摄像头，其中有30多个摄像头已经损坏了，所以监控是存在死角的。只有熟悉大楼的人才知道死角在哪里，才可以躲避开监控。根据监控录像和阿迪卡的记录，案发当天除了安妮之外呢，只有2个人刷开过 G13号的实验室，一个呢是第三方的承包商，待了几分钟之后他就走了，很快被排除了嫌疑。而另一个呢是叫雷蒙德·克拉克的实验室技术员，他并不是耶鲁大学的学生，他只是负责喂养实验老鼠、清理老鼠笼子、准备实验器材、打扫卫生的等等的干这些杂活的一个人。经过警方的研究呢，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可疑。记录显示，8月22号到9月7日的这2周的时间内，他进出 G13号和 G22号实验室一共是11次。
而在9月8号这一天，案发当天的这一天啊，他一个人进出 G13号和 G22号2个房间整整55次，这非常的反常，反常必有妖。他频繁的进入2个实验室，很可能是在清理现场。9月10日，一个警官在 G13号的实验室发现了一个带血迹的纸巾盒子。就在他等待 FBI 特工来取证的时候呢，雷蒙德走了进来，而且呢，他还若无其事的和警官聊天，一边聊一边用手肘把那个纸巾盒一点一点的推到角落里，让血迹朝向墙壁。另一个警官还记得啊，雷蒙德在案发的时候主动提供过一个线索。他说他看到在9月8号案发当天中午12点半的时候，安妮离开了大楼。但是咱前面已经说过了啊，监控录像里清清楚楚的显示安妮并没有离开过，所以呢，他在撒谎。当警方要求他接受问话的时候，他们发现雷蒙德的脸上、手臂上都有新鲜的抓痕和淤青。雷蒙德解释说啊，是自己逗弄猫的时候被猫给抓伤的，但是呢，这个抓痕呢还可以解释是被猫抓伤的，但是淤青你怎么解释呢？难道你们家的猫是练拳击的吗？对于雷蒙德的这些话呢，警方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相信。警方提取了他的 DNA，9月17日结果出来了。DNA 和案发现场的 DNA 完全匹配，警方马上就正式逮捕了雷蒙德。面对这些铁证呢，雷蒙德咬死了，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凶手，也不愿意透露案发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呢，警方推测呢，案发当天雷蒙德是先杀害了安妮，然后呢打开了大楼的火警，混进人群里面一起离开大楼，之后又悄悄的提前返回大楼，将安妮的遗体带到了地下室厕所的墙边，将安妮塞进了那个墙缝里面。因为用力过猛，将安妮的锁骨和下颌骨都弄断了。然后呢，他又换了一身衣服，清理了现场的痕迹。根据警方掌握的这些证据，给雷蒙德定罪是没有问题的。2011年的3月，雷蒙德和检方达成了认罪协议，承认杀害了安妮，获刑44年的监禁。而面对性侵安妮的罪行，他选择了奥尔福德认罪也就是自己不承认有罪，但是呢，承认检方证据充足。在宣判的时候呢，他表示自己很懊悔，并且向受害者家属道歉。案件呢就这样结案了，但是呢并没有结束。雷蒙德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他为什么杀人，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虽然他没有说吧，但是网友们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呢，可能是情杀。案发当天早上安妮呢群发了一个邮件告诉所有的人她要结婚了，这几天是最后的工作日。雷蒙德点开过那封邮件也许呢他一直暗恋着这个阳光般的女孩，得知她要嫁人，情绪失控，然后作案。但是这种说法有点站不住脚因为雷蒙德自己也有未婚妻，也是实验室的技术人员，两个人当时还刚订婚。另一种说法呢就比较复杂了。雷蒙德在高中的时候是棒球队的明星，可以说是众星捧月但是毕业之后呢，他只是一个低工资的铲屎官。那些他每天服务的博士生们和他的年纪一样大，却拥有着他永远够不着的未来。这种落差让他性格变得扭曲。在工作当中呢，他极其强势，控制欲爆棚，老是找别人的麻烦，动不动呢就对这些研究员大呼小叫，仿佛这样就能证明自己不比他们差。安妮呢，就是他负责的实验室用户之一。两个人唯一的邮件往来是雷蒙德批评他用完了老鼠笼子之后没有清理，安妮呢当时礼貌的回复抱歉，以后注意。也许在雷蒙德扭曲的认知里面的这种礼貌是一种可以容易被拿捏、容易被掌控的信号。案发当天呢，他约安妮面谈老鼠笼子的问题，然后呢，在实验室里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我们只知道呢，雷蒙德的身上有抓伤，有淤痕，说明安妮激烈的反抗过，然后他就掐死了他。最后，他把尸体拖进了那个墙缝里面，头下脚上呢被硬塞了进去。不过这些呢都是猜测，真正的动机只有雷蒙德自己才知道。本以为雷蒙德被判了44年68岁的时候才能出狱，也算是受到了惩罚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呢，在2023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新法案，扩大了青少年犯罪的假释资格。按照新规，雷蒙德只需要服满60%的刑期，也就是26年。也就是说呢，雷蒙德50多岁的时候就能够出狱了。这个年纪呢，他还可以重新开始，而安妮的生命永远被停在了24岁。虽然我们尊重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吧，但是这样的杀人凶手只坐26年的牢，真的公平吗？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讲述的真实案件了，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